大家好，我是基德奥密克戎限定版《阿凡达2》，大家都看了吧？觉得值回票价的弹幕扣1，觉得不值的扣2。以我这2天刷到的各路热门影评来看，盲猜2不少。为什么呢？大伙说话都挺直接的，什么这片子真好，要剧情有特效，要特效有特效。我自己是凌晨看的，从电影院出来的时候已经2点多，零下的风把脸上眼泪和鼻涕都吹成了冰。剧情确实全忘，满脑子都是人类好坏好坏，给我死！不过客观的说，这部电影抛开剧情，它给我带来的视觉享受是和去年沙丘差不多的，一个沙漠一个海洋，甚至阿凡达在细节和特效规模上更领先了一个数量级。它是真的像卡梅隆扛着摄像机跑到潘多拉星球拍纪录片给你看。看完电影我也在想一个问题就是都说这次特效屌，它到底屌在哪里？别的普通特效公司用电脑建模渲染一下，能不能做出来呢？回家后我查了查资料，发现这个电影还真不是光凭电影从业者努力就能拍出来的。首先，阿凡达2的特效强在哪？大家来看这个镜头，左边是阿凡达1的面部特写，右边是2，整体清晰度、面部毛孔的数量、皮肤上漫反射的细节、睫毛数量，这些我们都不说我们就看眼睛。非常明显左边2009年拍的阿凡达，眼睛就是现在大家平时玩的各种手游 CG 的水平，整一个琥珀色眼珠，中间是一个黑球虹膜，没有什么细节。右边呢，我们可以看全屏的这一段，粉红的眼白，琥珀色的虹膜是渐变的，上面色素形成的花纹清晰可见。我毫不夸张的说，这已经达到了真人水平。不信你们现在把身旁的人拉过来，让他瞪大双眼，然后你就观察他的虹膜，是不是细节已经差不多了？就这个镜头，看电影的时候你不会想太多，但事后复盘你会知道，这么近的特写人脸，所有观众的注意力第一时间都会聚集在他的双眼上，那是22米宽的 IMAX 荧幕，眼睛只要稍微出点纰漏，神色稍微一点点不自然，观众就会瞬间出戏。而一旦你做好了，观众以后再看别的眼睛就高下立判，再也回不去了。做眼睛很重要，它是 CGI 技术的炼金石。2001年拍的《指环王》，咕噜那双大眼睛用了5万多个数字多边形，到现在我都印象深刻。再就是3年前19年的战斗天使阿丽塔卡姿兰大眼，光虹膜就用了900万个多边形，翻了180倍。阿丽塔那个眼睛也堪称真人级，属于直接建立行业标杆的操作。《指环王》、阿丽塔、阿凡达这3个在当时技术上领先时代的电影，特效都是一家公司做的，大家都知道著名的维塔数码。除了眼镜，聊阿凡达2特效必须要提，也是所有影视后期账号都在提的东西，就是水。大家平时玩的游戏 CG 里都有水，但在电影里用特效做假水，这个水还要和人物互动，甚至是让演员憋气搞水下动捕，还想让观众看不出来，那完全是另外一码事。用卡梅隆原话说，特效但凡掺点水，难度就直接乘10。为了做出全世界最强的水特效，2012年卡导直接跑到马里亚纳海沟，坐着单人潜水艇沉到1万米深的海底，参悟水之道，顺带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到达地球最深处的独立探险家。他还专门花了1年半时间开发各种新技术，比如自研水下摄像机，在水里放一堆白球等等等等，最终搞出了这次领先世界一个身位的异星水世界特效。效果怎么样呢？我们就拿油管上比较有名的特效团队 Corridor 举的例子来讲。7个月前，阿凡达2发布了第一个先导预告片， Corridor 他们就组织特效师拍了一个观看反应视频，其中让大家花了很长篇幅激烈讨论的就这里。有的观众可能看过影视飓风那个视频Tim 不是还让你们猜这个镜头是全 CG 还是半人半 CG 吗？ Corridor 的特效师呢，当时就认为是全 CG，而且里面有太多不可思议的点。首先他们说这是他们见过最湿的水，就能让皮革、麻绳和皮肤湿的这么自然，完全无法想象。而且以前电影里的特效水都是远景，远景的大海那很正常，但他们是第一次见到这种特写微观层面的特效水，同时做的还这么好，你看还能和手部有一个粘性的感觉，太夸张了。这也是网上很多人认为这不是特效而是实拍的原因。那他们为什么却认为这个镜头是全 CG 的呢？第一个是因为整部电影基本都是全 CG， 这里突然插一个普通的特写镜头专门去实拍就很奇怪为什么要这样干呢？这一致性问题。第二就是潘多拉星球上的所有纳美人本来就都是 CG， 如果要实拍的话，必须给他们全身涂满颜料，还得给他们纹身。但涂颜料的问题就在于，一旦涂上，演员的真实皮肤纹理就都没有了。等拍的时候，光线会从颜料上反射，而不是皮肤一眼假。所以从画面来看，这就是 CG， 而且是一个解决了很多难题的史无前例的 CG。而阿凡达2这个镜头里面就完美解决了这个问题。这些特效师就认为一定是阿凡达团队又研究出了什么特别的东西。新闻都报道了嘛，这次阿凡达是一边拍摄一边在发论文，在申请专利。其中这篇专利用于改进动画效果的薄膜界面生成方法，就很像是用在这个镜头的技术。一般做水 CG 的时候，水都是粒子的，对吧？这个技术就等于说，让水粒子碰到别的物体之后，再在别的物体表面留下一些新粒子从而打造镜头里水具有粘性、张力的效果。我们这期视频的标题是做阿凡达特效什么最难？那么我想说的是 CG 眼睛吗？是 CG 水吗？还是去马里亚纳海沟
都不是。我想说的是，制作这些 CG 背后的靠整个互联网发展撑起来的史诗级渲染难度。为了渲染特效，维塔公司当年动用的服务器群，光占地面积900平方米，里面有34个机架，每个机架4个机箱，每个机箱32台设备，总共4000多台物理服务器，35000个处理器核心。这个数据中心的算力都可以拿来跟超算比。在2009年11月世界500强超算里面，它排第193至197名。有了这座变态的超算服务器群，维塔才能每秒处理8GB 数据，每天处理140万个任务。最终，阿凡达1才一脚蛮力踹开3D 电影世界的大门，并在过去10年里带领一众好莱坞 CGI 电影在这条路上狂奔。等到19年上映的眼睛特效究极变态的阿丽塔，每个场景都需要渲染100小时，总渲染时长达到了4.32亿小时，是阿凡达1的3倍。渲染强度大到天气一冷，整座维塔大楼都在冒烟。那么这次呢，有卡姿兰大眼、变态水效、超高动态范围的48帧阿凡达2呢，每一帧画面都要渲染恐怖的8000线程小时，比阿丽塔还要再乘80倍，而且全片190分钟，简单无脑乘一下不一定对啊，那都是43亿线程小时，是阿丽塔的10倍。所以现在一个很棘手的趋势就是特效电影越来越卷，对渲染算力要求涨得比摩尔定律还快，传统数据中心都快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了，甚至电网都绷不住了。维塔的惠灵顿数据中心在渲染阿凡达2的时候，用电量直接超电网负荷。看到这条新闻的时候，我满脑子都是欧洲核子研究中心那台地表最强强子对撞机，一开动就要用掉日内瓦1/3的电量。但人家那是科研工程啊，全欧洲都愿意给他让电，你搞个特效还要我地方政府配合你调电网，你做梦吧。那么人类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我想讲，做阿凡达特效最难的地方就是特效渲染，而现在推动解决这个问题的背后力量，这股潮流就是云。维塔是特效公司，建数据中心搞云服务他都不会，面对海量的后期渲染数据，又正好碰上新冠疫情，他愁得不行。2020年，维塔找到唯一拥有400Gbps 网速，也就是 5G 带宽的400倍速度，并在全球建了数据中心的亚马逊云科技，希望深度合作，势必要赶在2022年 deadline 之前把水之道做出来。亚马逊云科技呢，当时接受了挑战，跟维塔展开了专项合作，帮助他们搭建了一个拥有完整流程的云上工作室。当维塔主动把大部分需要渲染的素材上传云端之后，后期团队的人成功实现了居家办公和线上协调制作，完全没有耽误进度。同时，面对全新的大规模视频特效制作，亚马逊云科技的高性能计算集群、视频制作及渲染服务，为维塔的视觉效果眼镜提供了新选择。用维塔执行视觉特效制作人的话来说，在14个月内我们看到了第一帧，然后在8个月内我们在云中拥有了33亿个线程小时。是的，维塔工作室花14个月终于搞出了第一帧画面，然后是漫长的渲染。渲染强度大的时候，经常用到亚马逊云科技3个数据中心的算力，这要是摊在过去一个普通数据中心头上，根本不敢想，而且也实现不了线上协作。最终，阿凡达2在8个月内完成了所有33亿线程小时的渲染，成功出片上映。数十年来，维塔一直在视觉特效上突破，而这一次合作呢，亚马逊云科技可以说提供了最全面的内容制作云功能，利用其近乎无限的计算能力，帮助后期工作室设置远程艺术家工作站，编辑工作流程，搭建协作平台和渲染，不受技术局限的进行创作。在12月初，刚刚在拉斯维加斯结束了2022年亚马逊云科技大会，奥斯卡获奖制片人 Joy Lando、维塔的执行特效制片人 David 和亚马逊云科技就一起讨论了娱乐行业的新兴技术趋势。制片人 Joy Lando 提到，当使用云时，差异显而易见，如果没有亚马逊云科技的支持，阿凡达水之道将无法完成。借助这次专项合作的经验，亚马逊云科技还上线了面向所有用户的 Amazon Neighbor Studio， 让有需求的用户都可以在几小时内去云上搭建自己的内容制作工作室，更快速的创作内容。这个平台直接帮用户提供从草图到最终交付所需要的一切，包括虚拟工作站、存储和集成渲染场。总之，通过直接使用亚马逊云科技的服务，很多传统需要渲染、需要计算量的团队呢，可以省下租借和管理大型硬件设施的成本，最大幅度减少购买计算卡、购买存储硬盘的预算，专注于创作取悦观众的内容。我有预感，这种云上内容制作应该就是未来视频后期的主流工作方式。等成本再降下来之后，所有我们这些小公司可能都不需要自己花钱买很贵的后期电脑设备了，一切都变得傻瓜起来。我很期待这一天。阿凡达2的诞生不是靠一个人、一个导演团队完成的，它背后是整个电影工业、互联网工业的技术积累。如果说13年前阿凡达一脚踹开了 3D 荧幕世界的大门，那阿凡达2就是在向整个电影工业示范如何借助亚马逊云科技这样的平台，跨越传统算力和工作方式的限制，抵达无限可能的想象力之海。做阿凡达特效什么最难？答案就是渲染。